熬夜看完了一本虐文小说，女主明明是落难归来的千金大小姐，却偏偏是个巨嘴葫芦不长嘴。被养妹诬陷，不说话。滚！被哥哥欺负，不说话。好不容易嫁了人，被老公冷暴力，不说话。在新家被小姑子戏弄时，还是不说话。被婆婆刁难，继续不说话。你看看你一天到晚哪里像个富太太样子？你不知道我喝水要喝温水吗？你干什么都干不好，废物一样的。哎呀！就算到了老公和养妹勾搭成奸，让他伺候的时候，依然不说话。信儿，最后被集体舍弃，丢了性命。妈呀，气得我心梗！什么狗作者能写出这种奇葩？读者的乳腺就不是乳腺了吗？靠！老娘要是这女主，高低在嘴上装个机关枪，哐哐怼，怼天怼地，怎么着也怼成个发疯文学。别等他浪费这群傻白芝芝，看看你，真像一只落水狗。实在是太丢人了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白芝芝，那不是我看的虐文女主吗？我这是穿书了。白芝芝，就凭你也有资格做我嫂子？省省吧，我哥连碰都不肯碰你，只有新瑶才有资格做我嫂子。看见没？她都已经怀孕了。你呀，趁早滚蛋！白芝芝，你疯了！你是智商欠费还是脑干萎缩？配不配姑奶奶都是你嫂子，富家名正言顺的长孙媳妇儿，教训你那是天经地义。你想干嘛？姐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，既然穿成女主，怎么着也得先疏通疏通乳腺。羞辱嫂子，力挺小三，你这富家千金的教养也不咋地啊。都说长嫂如母，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狗腿，替你好好正一正你的三观。住手！白芝芝，你怎么能打薇薇呢？她可是傅恒州最宠爱的妹妹，你这样做只会让她更讨厌你。哎呦呵，傅恒州的态度是什么了不得的稀罕物？你这个臭绿茶，在家抢我爸妈，出门抢我老公，不爬你姐夫床都挡不住你这身骚是不是？怀个孕让你俩给嘚瑟的！
是傅恒哲的小叔吧？书里描述的那个帅得人神共愤的男人。你在干什么？爸，他打我们！白芝芝，为什么打人？哎，你给我起开！真的好帅啊，完全长我审美点上，作者撑不起我。嗨，请问你是小叔傅彦辰吗？松手！看来他对我这第一印象有点糟啊。哼，她就是你那侄媳妇儿，白芝芝。你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见过白芝芝。今天好好的接风宴，被你搞成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！都给我进去！哼！爸，他嫉妒我哥宠爱新瑶，不但把我弄下水，连怀孕的新瑶也一起打。什么？新瑶，你没事吧？白芝芝，谁给你的狗胆？这可心要跟他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你的命！恒州，坐下。恒州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那是白芝芝的养妹，叫白新瑶，跟恒州感情深厚。小姨子怀孕登堂入室，我走后，你们就是这么维持傅家的家风的？不是小叔，你听我解释。果然，傅家这小叔是小说里唯一一个三观正常、脑子没病的角色。作为傅家实质性的掌权人，傅彦辰，在小说里，女主白芝芝死去后，他曾下令彻查，全靠他才挖出白新瑶背后的阴谋，找到了女主的笔记本，还了女主一个公道。下辈子别再当人人揉捏的软包子了。看来这条大腿我可得抱紧了，有了它，还怕打不退这群牛鬼蛇神？彦辰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白芝芝嫁进我们傅家3年无所出，我们傅家人丁担保，子嗣很重要，所以才……是啊，小叔冤枉啊！傅恒州他3年不跟我同房，只顾着往小姨子裙下钻，现在居然怪我生不出孩子来，我一个人难道跟空气生吗？小叔，求您给我做主啊！自从我嫁进傅家，公公不疼，婆婆不爱，老公冷暴力，小姑子还成天找事。你们傅家要这么看不上我，当初干嘛把我娶回来造孽呀，小叔！别摸我腿！哦，彦辰啊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自有分辨。与白家的联姻不可更改，娶白家小姐是老爷子定下的死规定。大哥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可你们让我娶白芝芝是问我的意见啊！恒州，坐下。恒州，你不同意？那也简单，那就离开傅家，没有人会逼你。你既然想着我傅家的权势，那就要为我傅家做出贡献。彦辰，看你说的，咱爸的安排，恒州肯定不会违背的。白芝芝是恒州名正言顺的妻子，谁也越她不过去啊。恒州啊，
赶紧给小叔表个态。衡州，表态。是。我傅衡州的妻子，只能是他白芝芝。新瑶、小薇，你们先走吧。爸，滚呐！明白就好。我傅家的下一代，绝不允许由什么小三或者小姨子来生，否则玷污了傅家的门楣不说，老爷子那边都交代不过去。这个就不劳小叔费心了。等新瑶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，我自然会抱养在白芝芝膝下，对外宣称是我和白芝芝的孩子。这事儿没人会知道。是啊，燕晨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啊，由我去听爸说。咱们傅家子嗣不封，他老人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，肯定会非常高兴的。你同意？他自然会同意。我同意个毛线！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像那种很傻的人吗？傻这个字顶我脑门上了还是咋了？我是上辈子刨了你家祖坟了，非得见个羞辱。小叔，你给评评理，公爹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傅家的子嗣不封，那只是婚生子不封。小田湾的金丝雀，蓝色港的香小姐，还有那小四、小五、小六，公爹在外的孩子少数三五成群。如果这都不算封，非得凑个足球队吗？白芝芝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啊？姐可是手拿大剧本，什么不知道？既然想阴我，那就来啊，战啊，谁怕谁啊？金丝雀，还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。燕晨，你可别相信他呀！小叔不信的话，回头我可以把详细地址写给你。想必公爹这么大度的人，你想让我接受他私生子的同时，也打算把外面一大堆孩子都接回来，让婆婆一起照顾。从此傅家子嗣俱封，皆大欢喜。芝芝，给我闭嘴！滚滚滚！瞧瞧你这样子，成何体统？爸，你先别着急把我支开呀，我跟白新瑶的事还没说完呢。你还想怎么样？啊？很简单，我就一个条件，让我接受他的私生子没问题，前提是请把您外面的那些也都接回来。混账！那没办法了，公爹不同意。打掉吧。小叔，燕晨，没有必要吧？老爷子最重名誉，你们不想打，那就等着他从疗养院回来清理门户吧。燕晨，咱爸最听你的话了。如果你向他求情的话，别指望我，我嫌事脏。就这么定了，没有疑虑。燕晨，燕晨，太棒了，这才是豪门争霸总呢！感觉小说文学可以走一个。小叔，约一个呗。你要干什么？想约你吃饭。我对侄媳妇不感兴趣。别呀！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什么？我跟傅衡州不是夫妻。我跟他从来没有同过房，压根儿不算夫妻，连结婚证都是假的。假的？
他不想娶我，就弄个假的结婚证糊弄我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当然是因为我手握大记本啊！哎呀，这个不重要。总之，我跟他既没有夫妻之实，也没有夫妻之名，压根不算夫妻。所以呢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你不是说了，白富两家联姻不可更改，这是死规矩。但是我跟他不能连，咱们俩之间是不是可以连一下？反正你也没结婚。哎呀，你看啊，我这丰胸、翘臀、大长腿，做模特都绰绰有余。再看我这脸蛋儿，可纯可绿，包不吃亏。哎，小叔，你还没给我准话呢。你既然叫了我小叔，就说明咱俩还差着辈分。就算你和衡州没有结婚，终归是办了酒席，所以对外你是傅衡州的妻子，我的侄媳。你要是再敢胡说，我就把你丢出去。你怎么这么死心眼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傅衡州不是夫妻。这谁说享受着傅家的权势就为傅家做贡献？你的贡献呢？你身为傅家人的权势和操守呢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这费琛怎么回事？我看过那么多小叔文学，哪家的小叔不是又争又抢、花枝儿墙角的？怎么个傅彦辰这儿原则性这么强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于公，我得搭上傅彦辰的贼船，才能打脸这里所有反派。于私，我好不容易穿书一把，怎么着也得吃点好的。肌肉紧绷，线条流畅，想必胸肌也很好摸。白芝芝，我看你是皮痒了吧？让你养新瑶的孩子，那是看得起你，可你倒居然还敢给小叔告状！姐姐，你就这么嫉妒我怀上衡州哥的孩子吗？借小叔的手也要打掉他，这毕竟是衡州哥的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能那么狠心呢？你敢杀我的孩子，先要你的命！什么鬼气玩意儿？啥奇葩言论都让你整了个遍是吧？让原配养小三儿的孩子，你怎么敢的？还以为趾高气扬的施舍你，就你这白战旗，老娘还看不上呢！以后别来我面前说，给我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，拜拜。衡州哥哥，你没事吧？这白芝芝吃错药了吧？往日还对我弟妹顺眼的，今天怎么跟个疯狗似的？我早就说了，姐姐是装的，表面上人畜无害，背地里却处处逼坏。兴许她现在就是装不下去了呢。我等着，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衡州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姐姐不同意养我们的孩子，小叔知道一定会打掉他的。姐姐这样做也太恶毒了。走，去把你爸妈、你哥叫来。这次老太爷七十大寿，意义非凡，准备也很隆重，所有工作都已安排妥当，就连用餐时的就餐位也已排好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作为姻亲的白家都已安排到了贵宾席，新瑶小姐甚至还被安排到了主桌，但作为衡州少爷的正妻，白芝芝却被安排到了佣人席。继续。都说这大少夫人不得宠，3年来活得窝窝囊囊，现在看来传闻果然不假。你这个臭绿茶，在家抢我爸妈，出门抢我老公，不爬你姐夫的床就挡不住你这身骚是不是？我看他倒是一点都不窝囊，伶牙俐齿的很。白富两家联姻不可更改，这是死规定。但是我跟他不能连，咱俩之间是不是可以连一下？反正也没结婚。不光伶牙俐齿，野心还不小。他怎么敢小的？
sometime. 燕晨哥哥，你叫我什么？哎呦我去！我想过了，白父两家又不在一个族谱上，没什么辈分差别。你今年32，我今年25，只差7岁，所以喊你哥哥正好。你是不是想死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别呀，燕晨哥哥，你就救救我吧！你也知道，白父两家利益深度捆绑，联姻我是逃不掉的。可那个傅恒州根本不想娶我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被吃的连渣也不剩的。燕晨哥哥，我能不能在傅家活下去，全靠你了。燕晨哥哥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发誓，只要你肯答应娶我，我一定好好伺候你。白芝芝，白芝芝，你个逆女，给老子滚出来！白芝芝，爸，您可别气坏了身子啊！姐姐也是一时糊涂，才会怂恿小叔对付我的。大不了我一会儿给他下个跪就是了。谁让他下跪了？姐姐，如果你愿意接受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愿意被你随意践踏在脚下。新瑶，你不必跟他低头，就算他再怎么勾引我，我傅恒州都不会正眼看他一眼。自说自话，你们俩还挺有优越感是吧？就没见过你们这么普信的狗男女，就是勾引只王八，也不稀得勾引他。你姐姐，你可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。你这招欲擒故纵啊，真是太 low 了。再 low 都没你 low，就你这大脑攻击小脑，膀胱代表思考，大概率是理解不了人类的礼仪廉耻，要不然怎么理直气壮的把肚子里的野种交给别人收养？哎呀，要论剑，你敢称第二，应该没有人敢称第一。死丫头，敢这么说你妹妹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就是。秦瑶和傅杭州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呀。要不是你借你爷爷的是横刀夺爱，她早就是你妹夫了。你抢了你妹妹的男人，却处处容不下她。这白家的家风还真奇葩呀！明明大少夫人是亲生女儿，但他们却宠爱领养的养子，也疼爱捡回来的养女，却偏偏对这个亲生女儿如仇人一般，非打即骂，连下人都不如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咱们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。流落在外10年了，和养女根本没法比。缺乏教养，还小家子气，上不得台面。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亲生女儿。谢谢先生。我们要不要去管管？白家教训女儿，我不方便处理。我不说话，你们还真拿我当受气包啊！分到黑白是非不分，让你们玩亮了是不是？什么叫我借爷爷的是横刀夺爱，抢她老公？哼！你们怕是忘了两家家长明文规定了，联姻者必为血亲。有本事你就把这个小绿茶带到傅家试试，看看傅老爷子认不认他。好你个畜生，还敢跟我顶嘴是吧？反了天了！我看你这肚子里的孝道都喂狗了。跟我讲孝，你也配？父子女才孝。敢问您词在哪儿呢？白芝芝，你敢这么跟爸说话？我看你是皮痒了，你敢收拾是吧？去你大爷的！还敢动手，差点把你这个狗杂碎给漏了。狸猫换太子都没你这么狗。人家起码知道自己是狸猫，你还真拿自己当太子了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一个个的虎毒还不是死，一个个蠢蠢粉，这么喜欢没血缘的孩子，当初生什么呢？
就别在人类的繁衍史上滥竽充数了，行吗？不都说大少夫人是个逆来顺受的小绵羊吗？我看她这战斗力也蛮强的，都快把对方给团灭了。或许是触底反弹吧。人若处在极度不公的环境下，若不奋起反抗，就只有闭嘴！把他给我按住！我叫你骂人！你个逆女倒反天罡，真当老子治不了你？现在势单力薄，一个人还是斗不过这一群牛鬼蛇神，我该怎么办？把认字协议拿来！把你同不同意西瑶的孩子，你都必须认。又把这个协议签了，然后去跟傅老爷子说，你是自愿认养这孩子的。签！快签！给我签！白芝芝，你到底在坚持什么？你全家人站在我这边，我傅恒州就是你的天，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，就怕以后我让你生不如死吗？这太过分了，简直没把大少夫人当人看。在娘家众叛亲离，在夫家又四面楚歌，这大少夫人的处境也太难了。你就救救我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被吃的连渣也不剩的。能不能在傅家活下去，全靠你了。我发誓，只要你肯答应娶我，我一定好好伺候你。死丫头，你还真是倔，不缺是不是？把他给我按着签！难道就这么妥协了吗？我不！干嘛？你干嘛？哥！你想让我屈服，门都没有！刘玉素老婆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好，反了，真的反了！你居然敢行凶伤人！逆女啊！给我死里打，打死了算老子的！你去死吧！死吧！妈的，你去死吧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都进来。走。小叔，今天其实……哎呀，傅总啊，幸会，真是幸会。来我傅家撒野，算什么幸会？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小女顽劣，我只是替衡州啊教训教训他罢了。是吗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，都给我听清楚，她白芝芝是我傅家的人，从今往后由我傅燕城管，都给我听明白了。滚！走。衡州，小叔好凶，人家怕。你留下。小叔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以后谁再敢跟他动手，就是与我为敌。小叔这是在对我英雄救美吗？明明我才是你侄子，凭什么护着他？我护着的是傅家做人的底线，欺辱一个女人，傅文州，你长本事了。我教训我自己老婆而已，有什么错？好，没错，你来说。
大少爷在您出国拓展海外市场的5年间，非但没有任何建树，还穷奢极侈，每年消费高达3000万元以上。成婚后，非但没有任何收敛，常不归家，流连在外，花天酒地。对家族毫无贡献，对妻子也不忠诚，纵情声乐，品德败坏。我傅家后代要都是你这种货色，迟早完蛋。押进祠堂，跪上3天，念必思过。去拿点冰块过来。以后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他们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小叔，今天幸亏你来得及时，否则我可能真的要吃大亏了。你不是挺孤勇的吗？一个人也敢喝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们非逼我签那个协议。小叔，你刚才是在关心我？白傅两家是世交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。以后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你在傅家的处境。但是别的心思，最好也不要有。算了，也不能逼得太紧，总得一步一步来。受不了了，真的好想扑倒。忍住忍住，等把它夹到碗里后，再好好蹂躏。我就不信拿不下你。先来一波响应温柔。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他的胃。小叔，小叔，我特意为你煲了靓汤，尝尝。小叔，安神茶。小叔，这是我为你做的手磨咖啡。最近这大少夫人对您可是真殷勤呐，不但1日3餐包圆了，就连茶点跟咖啡都不放过。手艺还不错。哼，那当然不错了啊！特意向我打探了许久。他还特意跟你打探过？啊，您的口味、喜好、习惯，问的是事无巨细。哎，就连你谈过几个女朋友都问了。那你怎么回答他的？当然实话实说了，一个也没有。还不错。你没见当时的大少夫人惊得嘴里可以塞下一个鸭蛋，她还紧张兮兮地问我，那她是不是性取向有问题，喜欢过几个男的？这总裁你放心啊，我绝对没有诋毁。这鬼丫头。小叔，你回来了，忙了一天，真是辛苦了。白芝芝，我看你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你现在可是我的保护伞，除非你跟我一起回去。我说了会护着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你回去吧。白芝芝，也不知道他给小叔灌了什么迷魂药。小叔不仅带他回他的私宅，还这么帮他撑腰。新瑶被逼着打胎，哥现在还跪在祠堂里，命都快没了半条。二弟啊，你一回来就拿侄子开刀，这也说不过去吧？再怎么说，有我和你大哥管教他呀。大嫂，这是兴师问罪了。怎么，嫌我手伸得太长？兴师问罪倒不敢，可衡州是你的亲侄子，
你总不能帮着一个外人吧？外人？这么说，衡州娶回来的媳妇，在你眼中，竟算不上是富家人？我倒没那个意思。行了，你儿子的混账事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也没兴趣跟你在这讨论教育问题。你要是不满意，可以让他离开傅家。二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既然做了家主的椅子，就得为傅家的未来负责。衡州要是铁了心做纨绔，那便交出股权，退出继承人竞争，我自然可以不管的。二弟，真是说笑了。你管着傅家，当然是有权利管教的了。那大嫂，请回吧。我当然是要回了，不过我要把白芝芝带走。她再怎么说，也是我们大房家的儿媳妇儿，她总不能老在你这儿吧？白芝芝，你以为你能一直躲在傅彦辰的羽翼下？等把你带回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二弟啊，我把自己的儿媳妇带走，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我不回去。什么？你敢反对？大嫂，何必动手打人？我管教自己的儿媳妇怎么了？难道你们傅家的家风就是纵容小辈，以下犯上，不尊重长辈吗？你没事吧？小叔，你别管我，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劳烦你出马。老妖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敢动手打我？姑奶奶，我从小到大连爹妈都不舍得碰我一下，感情我穿个书挨巴掌成标配了，感情谁都敢动手打我了是不是？真是老虎不发威，你拿我当病猫啊！妈，给我站那，再敢连你一块打！你这个疯子，你敢打长辈，我要用家法严惩你这个不孝儿媳妇！行啊，请家法，最好让傅老爷子出来一起主持公道，看看是我这不敬长辈的罪过大，还是你这个淫乱家族的老妖婆罪过大。你胡说什么？哦，是我胡说吗？小女寇，让姐姐好好疼疼你。小说里我最恶心的就是你这老荡妇，表面上一副端庄高贵的样子，私底下连远房的侄儿都没有放，马桶盖都没你脏。你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？司机的儿子，富士旁系的侄子，还有南大的贫困生，你还挺会享受嘛，都能当人家妈了还老牛吃嫩草，比你老公玩的还欢，真是后浪推前浪，一浪高过一浪。你想要什么？是要钱还是？很简单，带着这个小婊子圆润的从我这儿滚出去，以后别来招惹我。回家。妈，为什么他都动手打您了，您就这么放过他？回家，听不懂人话吗？白芝芝，过来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居然走得这么痛快。秘密。我看你真是不容小觑，但下次别这么粗暴了，毕竟和长辈动手会毁你名声。他算哪门子长辈啊？以后咱俩要是成了，我顶多喊他声大嫂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既然没拿我当自家人，我自然也不会认他这个婆婆的。怎么着也不能让他给拿捏了吧？是吗？白芝芝，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，现在没人能拿捏你是吧？他们不行，你可以呀。以后你随便拿捏，以后只让你一个人拿捏。油嘴滑舌。
立刻把我包养的那些小男孩全部处理掉。那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儿？绝不能留下任何把柄在他手里。白芝芝，今日之辱，我定要让你百倍奉还。以后你随便拿捏，以后只让你一个人拿捏。小叔，我才不要什么傅恒州，我只想跟你联谊。你要干什么？给你拿捏啊！你可以随便拿捏。我真是疯了，怎么会做这么荒唐的梦呢？果然清心寡欲太久会出现问题。以后你随便拿捏，以后只让你一个人拿捏。果然纯情男人不经撩啊！加油，白芝芝，再接再厉！洗个澡去。人间极品啊！嗨，小叔，大清早的你也在这洗澡啊？好巧啊！出去！哦，好。这么快就给福利了吗？你是笨蛋吗？连路都不会走。我不是，我那个是啊！小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刚才花洒坏了。我本来想借你的浴室用一下。行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小叔，我真不是故意要看光你的。闭嘴！我说了，这事以后不许再提了。是谁让你把新瑶怀孕的事儿捅到你小叔跟前的？你明知道你爷爷把白芝芝看得跟眼珠子似的，你还跟新瑶这样胡来？可我就想娶新瑶啊！哼，那你有本事别娶白芝芝啊！我看没有了白芝芝，你怎样站稳傅氏的江山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看儿子都这样了，哼，等你伤好了，好好的哄哄白芝芝啊。妈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不喜欢白芝芝，妈也不喜欢她，可那有什么办法呢？白老爷子把所有的股权都寄托在唯一的血脉上。哎呀，现在只有白芝芝的孩子才能激活白老爷子的股权信托。你必须拿到白家的股权信托，你才有能力和你小叔抗衡啊！你难道想一辈子屈居在你小叔之下，受他掌控吗？所以，白芝芝绝不能落在你小叔手里，你必须把他哄回来，让他怀上你的孩子。我不是，我那个是。总裁，你最近怎么总躲着大少夫人？大少夫人说你不见她，让我把这咖啡给你送过来。我都懒得理他，他还让你给我送咖啡干嘛？
嗨，可认真了。我看他明明不舒服的样子，还在那儿又磨又煮，折腾了老半天。他不舒服，一直捂着肚子，像是难受的模样。是啊，我看他对您还是怪上心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咖啡煮的比外面卖的还香。您先忙，我先出去了。出去吧。我看他明明不舒服的样子，还在那又磨又煮呢，折腾了老半天。他不舒服。是啊。白芝芝，你怎么了？有没有事？岳林在，赶快备车去医院。啊，不用去医院，我只是痛经。痛经？痛经怎么处理？我也没痛过，我是说我没有女朋友，我不知道痛经该怎么办。查。痛经需要保暖、热敷、替它揉肚子，还可以煮点姜茶、红糖水。要是口味重的话，可以放点蜂蜜。走。头一次见总裁亲自下厨，还伺候人。小叔，别躲着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傻丫头。怎么办呢？自从上次浴室惨案发生以后，小叔处处躲着我。30几岁的纯情男还真难搞啊！可是现在连面都见不了，怎么攻略嘛？小叔，小叔，你回来了。肚子还痛不痛？不疼了，不疼了。小叔，这好几天没见到你，还怪想你的。小叔，要不咱俩翻篇吧？成年人不拘小节，没必要。芝芝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看你的呀，宝贝儿，咱们是夫妻，气消了就该回家了吧？你们慢聊。小叔，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这几天我跪在祠堂想了很多很多。这几年你一直很照顾我，对我无微不至，但我却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现在已经反思到了，既然我娶了你，我就应该好好珍惜你。芝芝，你原谅我吧，以后咱们好好过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这家伙不对劲。原文里确实有他幡然醒悟，发觉自己早就爱上女主的戏码，但那毕竟是在女主死后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
他怎么会突然对我示好？算了，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打算怎么对我好？芝芝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今晚我们就同房吧，我们生个孩子。做你个春秋大梦去！白新瑶肚子里面还揣着一个，又想来霍霍我？你放心，这个我会处理好的，我保证不会让他们打扰你的。要不然135我陪他们，2467陪你。你还想过家外有家的生活，真恶心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别说你跟白新瑶勾搭不清，就算没有，老娘也看不上你，也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可是夫妻呀！哼，那你给我听好了，在我白芝芝眼中，你我从来就不是夫妻，给我滚！总裁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大少夫人做了什么惹你生气了？什么大少夫人？谁准你叫她大少夫人的？那我叫的什么？白大小姐。啊！滚！芝芝，芝芝，你烦不烦啊？跟了我好几天了，滚一边去，我还有事儿。小叔，这是我今天改良的新配方，你尝尝。出去，把这东西也拿走。小叔，你怎么了？傅恒州不是来接你了吗？还在这儿跟我浪费什么时间啊？谁说要跟他回去了？那你还想怎样？一边跟衡州重修旧好，一边吊着我是吗？白芝芝，我不是你能随便戏弄的对象。如果你不能对我死心塌地，就别再来招惹我。小叔到底怎么了？什么臭脾气啊，白芝芝！有什么好嘚瑟的呀？真当小爷有耐心来慢慢哄你吗？只有白芝芝的孩子才能激活白老爷子的股权信托，你必须把他哄回来，让他怀上你的孩子。谁有那闲工夫？还是这玩意儿快？哼！小叔这是怎么了吗？你又来干什么？阴魂不散，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哎呀，芝芝，你别这样嘛！我是真心想跟你重拾旧好的。你看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牛奶，睡觉才喝一杯啊，有助于睡眠。谁稀罕你的牛奶？滚！芝芝，我觉得我们误会太深了，要不咱们好好聊聊。我现在没那个心情跟你谈，给我滚！好，我滚。等你什么时候有心情了，咱们再聊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把牛奶喝了。切，谁有空搭理你？晦气玩意儿！咖啡打翻了，就换牛奶吗？白芝芝，
你还真是坚持不懈。趁小叔不在，赶紧办事。芝芝，芝芝，芝芝，今天晚上我们就生个孩子，今晚让我好好疼爱你吧。杭州，你个王八蛋，给我滚！什么玩意儿？傅杭州这狗东西是精虫上脑了吗？我气死我了！明天一定要把他赶出去。白芝芝，我不是你能随便戏弄的对象。如果你不能对我死心塌地，就别再来招惹我。小叔到底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得现在就找他问个清楚。小叔，小叔，小叔，你在吗？白芝芝，小叔，你怎么了？你给我下药了。我没有啊，你中药了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没事，我帮你。你帮我？白芝芝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那当然了，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那我和傅恒州，你到底喜欢谁？选你，肯定选你。傅恒州那个玩意儿，只配蹲垃圾桶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爱上你最深的他，怎么都放不下，算了吧。天哪，真不敢相信，我真的睡到小叔了。小叔的滋味简直比预想的还要好。小叔，刚叫我什么？小叔，还叫我小叔啊？那燕晨，再亲密一点也可以啊。再亲密一点，老公。不是一直没羞没臊的吗？怎么现在知道害臊了？你讨厌。既然白芝芝叫了我老公，那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记住，以后不许和别的男人纠缠。谁跟别的男人纠缠了？你也太霸道了。我就对你霸道。这该死的白芝芝下手可真狠。白芝芝，哼，把你这个月岁给忘了。下药的人是大少爷，从牛奶杯里发现了药物反应。客厅的监控也显示，是大少爷拿着牛奶走进您的办公室的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纠缠大少夫人，不，白大小姐，好几天了。白大小姐一直对他爱答不理，
大少爷应该是急了，估计是想靠药物来逼白大小姐屈服吧。他也敢？大少爷态度的转变，应该跟白家老爷子的股权信托有关。白家只剩芝芝一条血脉，只有芝芝的亲生骨肉才能激活股权信托。大少爷跟白家大小姐结婚3年，都没动过心思，估计是跟您提前回国有关。看来是我回国碍着他们的路了。大少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怕他还会对白家大小姐动手。他找死！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，趁早给我滚蛋！白芝芝，我真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不是很爱我吗？再这么欲擒故纵下去，就没意思了。放开我！你是不是忘了昨晚的教训啊？再碰我一下，让你脑瓜子开瓢！还真敢谋杀亲夫，我还不信治不了你了。不是小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谁准你碰白芝芝的？她是我的老婆，我凭什么不能碰她？别乱喊老婆，她认了吗？来人！小叔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把她给我扔出去！往后后院加强安保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把她放进来。是，不能带我走！放开我！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允许跟别的男人纠缠？不是，明明是他纠缠我。下不为例。以后不许跟别的男人说话，不许靠他们太近，不允许给他们任何亲近你的机会，懂？你也太霸道了！谁让你招惹我的？后果自负。自负就自负。他碰你哪了？擦干净。哦。还有哪儿？总裁，我是妹妹看到啊，你们继续。你和傅恒洲的婚事得尽早废了。我和他本来就不是夫妻。但别人不会这么想。你是我的老婆，我不能让别人一直占着名头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我会想办法。什么？傅衍琛也太欺人太甚了！妈，我总觉得小叔看白芝芝的眼神不对劲。都是男人，他那点心思藏不住。你说什么？难怪你小叔处处替他出头，护他跟护着自己眼珠子似的。哎，是啊，妈，我就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。之前啊，乖乖的像只小绵羊一样，现在跟疯狗似的，逮谁咬谁。原来是勾搭上小叔了。这个贱女人，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！其实也挺好，不是啥坏事儿。什么不是坏事？妈，他都给我戴绿帽子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先下去，妈自有分寸。来人，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傅衍琛，这次我要你和那个小贱人身败名裂。万年铁树不开花，一开花怎么跟个大傻子似的？总裁，有消息了。
大夫人买通了王妈，想对您和白大小姐不利。大夫人给了王妈一瓶药，我们也查了，是强效催情药。这两母子还真是如出一辙的想法，连害人的手段都一模一样。他们的目的基本可以推测出来，就是想要抓住您和白大小姐不轨的证据。那总裁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要不要我把王妈叫过来？无妨，他们想下药，就让他们下吧。可是让他抓到把柄就完了呀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跟芝芝坦坦荡荡。她毕竟是大少爷的老婆呀。我老婆？是，您老婆。但她跟大少爷官宣了婚讯，全世界都知道了她是傅家明媒正娶的大少夫人。您和她如果爆出这种丑闻，这种豪门乱伦之事，恐怕会对您的名誉造成致命的打击。没关系，加强这里的监控，保存好证据。哦，我懂。您是想将计就计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我今天吩咐厨房新煲的汤，你尝尝。看看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跟你在一起喝什么都好喝。多喝点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燕晨，我怎么有点头晕啊？我送你回去休息。走。老公，我难受。不管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难受的。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帮你转过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傅衍禅、白芝芝，你就等着完蛋吧！站住！总裁，事已办妥，万事俱备。燕晨，就行了，不多睡会儿。燕晨，我觉得好不对劲啊！昨晚折腾的我腰都要断了，咱俩不会又中药了吧？你这小傻瓜，现在才发现啊？啊！是谁这么混账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没关系啊，就当做给我们助兴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高兴似的？我是挺开心的，以前都是偷偷摸摸的，今天之后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了。啊！走，我们领证去。我们就这么结婚了？是啊，从今天开始，
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了。那傅家那边要怎么交代？这事不急，老爷子快回来了，这事必须先给他一个交代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过了他那关，别的都不是问题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好，我等你。到时候恐怕会有一场腥风血雨，不过不见风雨，又怎能拨云见日？芝芝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护好你的。哥，怎么办呀？听说傅家老爷要回来了，傅恒洲现在一直打电话，逼着我去医院打胎呢。什么？傅恒洲不是最爱你的吗？他更爱他在傅家的权势跟地位。他要是不打掉这个孩子，他就不知道怎么跟傅家小叔和老爷子交代了。可恶！白芝芝这个贱人，她要是认下这个孩子，你完全不用打胎。别说了，现在白芝芝跟魔怔了一样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好拿捏了。而且，恒洲哥哥现在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上心了。我感觉他对白芝芝还是有感情的。哥，这可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不想打掉他。洋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打掉我们的孩子。白芝芝和他必须结伴，否则我就……白芝芝，你真跟我小叔搞一起了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你有病吧？你跟白欣瑶孩子都搞出来了，我正常谈个恋爱，跟你交代什么？你是我老婆，你怎么能给我戴绿帽子？我说了，我们从来就不是夫妻。你是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是很爱我吗？3年，你对我无微不至，处处关心我，我要什么你给什么，我磕着碰着你都心疼的要死。你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被人夺舍了吗？还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？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从他身上下来！我操，要不要猜这么准？不对，呸！你才脏东西，你全家都脏东西！你放开我！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！爸，挺有闲情雅致啊。回国这么久，才想起来接我？我这不是走不开吗？我这次回国，发现公司账目上很有问题。你这个大哥就是个酒囊饭袋，我担心呐，傅家这艘巨轮在他手里迟早沉没。可偏偏傅恒抽又是个不成器的东西，傅家的未来就只能指着芝芝肚子里那未出世的孩子了。爸，你就这么期待白芝芝的孩子吗？白兄最重血脉，芝芝是他孙子辈的唯一后。你也知道，他已经将公司所有的股权都信托给了芝芝的下一代，所以尽管这个孩子还未出生，就已经深系我们白傅两家的命脉，对我们傅家而言也至关重要。可我听说傅恒洲最疼爱的是他的养妹，与白芝芝结婚3年，还从未同房。唉，真是个不孝子孙。爸，您先别激动，八字还没一撇，您不如寄托点别的。寄托什么？寄托你吗？你是我们顾家唯一有能力、有担当的，可你偏偏不结婚。我不指望大方那边，我还能指望谁呢？你要是早点结婚生子，我至于成天这么忧心忡忡的吗？我结婚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，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赶紧去把我的儿媳妇带回来见我呀！等您回家之后，自己见见。好啊！我得赶紧给她准备一份大大的厚礼。爸，
厚礼再给人。岳林，哎，给爸多备2瓶速效救心丸。时候不早了，赶紧走了。管家在上面收拾东西，很快就带老爷子出来。喂，不好了，总裁，夫人失踪了。我调了门口的监控，发现和大少爷一起被人绑走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，总裁？芝芝出事了，我赶紧去救她。您知道去哪儿找白大小姐吗？我在她衣服里面专门装了防丢扣。老爷子那边交给你，所有人跟我走。是。哎，不是，您把人和车都带走了，我怎么安排嘛？哎，这多大人了，衣服里面还能装防丢扣的？这该说不说，总裁挺有先见之明啊。这看老婆比看传家宝还严，简直滴水不漏。得学习。人呢？车呢？傅恒州，我见恒州哥哥。别让，你别做傻事，我把傅恒州给你带过来了。星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下来呀！你站住！你再过来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好，我不过来。可你这是为什么？反正你也不想要我们的孩子，不如就都一起死了算了。别！你快下来，我都听你的，千万别做傻事儿啊！这白心瑶，小说里最坏的反派小白狐，女主的所有悲剧，可以说都是她一手造成的。她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寻死呢？况且，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她哥的，他们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心瑶，你知道，如果不打掉这个孩子的话，我会被赶出傅家的。只要姐姐认了这个孩子，一切事情不就都解决了吗？喂，过来都别看我啊！这种反人类的傻逼，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做。瑶瑶可是你的妹妹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尊重他人命运，放下助人情节，死不死那是他的选择。拒绝道德绑架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傅恒州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你是选瑶瑶，还是白芝芝？傅恒州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你是选瑶瑶，还是白芝芝？这不是小说里经典狗血桥段吗？怎么提前上演了？白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傅家之所以选择白芝芝，不就是因为我爷爷留下的那个股权信托吗？如果白芝芝死了，那瑶瑶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白家唯一血脉，照样可以去激活那笔股权信托。你是说？没错，就算白芝芝死了，白家和傅家也不会看着那笔股权信托九子沉没，而承认瑶瑶肚子里的孩子是唯一血脉，是他们的必选之路。这一切，只要他死，选吧。要是保瑶瑶的话，就杀了白芝芝。必须让傅恒州亲自动手，才能让他彻底跟我们在一条船上。把他推下去，我会告诉别人是他自己失足掉下去的。别犹豫了，傅老爷子马上就要回来了。一个是深爱着你，肚子里有你孩子的女人，一个是背叛你、羞辱你，你到底要选谁？白芝芝，老实告诉我，和我小叔到底睡没睡过？这个重要吗？我要是说没有，你是能选我还是咋的？抱歉。我抱歉你妹啊！对不起，白芝芝，以后每年季节我都给你收狗血。我杀你大爷的高兴！等，白心瑶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白心瑶肚子里的孩子白夜的。说什么？你别听他胡说！我怎么可能怀哥哥的孩子呢？你在胡说！他在撒谎迷惑你，他在拖延时间。别犹豫了，快把他推下去！谁敢动手？谁敢动手？叶晨救我！傅恒州，给我放开他！傅恒州，不能放！你别傻了，你放了他，咱们今天全得完蛋！小叔，你别过来！傅恒州，叶晨，白心瑶是装的，他跟白夜联合起来，想让傅恒州弄死我！都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
我怀孕了！放开芝芝，不能放！方丈，你是傅家的嫡长孙，他们不会追究你的责任。只要白芝芝死了，你和瑶瑶的孩子，他们心里头皮也会咽下去。不能放，不能放！白夜，我去你大爷的！白新瑶刚满18岁，你就把他给睡了，现在枕头底下还藏着他的内裤。私底下喊白新瑶小甜甜，白新瑶私底下喊李威猛先生。你们最喜欢用梦幻诱惑的蜜桃口味。白新瑶说，别有一番浪漫的风味。你知道这么多，岁父衡州，你头顶早就绿成一片青青的草原了，还足够1万匹草泥马在上面策马奔腾的波澜壮阔。胡说，全是在胡说八道，都是他编的。没关系，别的事可以造谣，孩子的事我可造不了。你要不信的话，就带白新瑶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，羊水穿刺，一检而清。不必了，我早就派人查了他的体检报告。陆可舟，你醒醒，报告给我，自己好好看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幸亏你来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白芝芝，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我就是喜欢看你犯蠢，喜欢看你犯贱啊，就喜欢看你眼盲心瞎，做狗破鞋当宝贝。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一直都在听。他们要不是碍于身份，能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的存在就是他们的遮羞布，他们的孩子还得由你来揭开。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天下之第1号之大傻逼。在白先生枕头底下找到了这条内裤，在新瑶小姐的房间发现了这个蜜桃口味的避孕套。白新瑶，老子掐死你！老子掐死你！要发疯回去再发疯。先把他们都给我送去警局。副总，你别忘了，咱们2家可是世交，白芝芝也是我的妹妹，而且她今天也没出什么事，何必闹到警局，多伤和气？没出什么事。敢动我的女人，我会让你下18层地狱。白夜，等着老弟坐穿吧，我会让你被人好好照顾的，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傅衍辰，你想要我的命，我先杀了你！大小心！芝芝，芝芝，你没事吧？芝芝，芝芝，芝芝，都是我的错，芝芝。头骨轻微撕裂，中度脑震荡，所幸是孩子没有什么问题。孩子？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怀上。虽说 B 超连孕囊都看不见，但是验血的结果不会错。孕早期很容易生化，所以要多注意一些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请问一下，他什么时候能醒？看样子他应该很快就能醒，不过这半个月里面呢，会伴随一定程度的头晕和呕吐，再加上失血过多，所以建议多精心调养一段时间。谢谢医生。芝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孩子了。芝芝，你醒了。燕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傻瓜，你替我挡什么？我这次真的差点被你给吓死了。没办法，当时本能快过了大脑，可能是剧情设定了，我必须无条件为你空手接白刃吧。这个时候你还骗人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孩子了？我们有孩子了！妈呀，我是什么牛逼的医孕圣体吗？这来得如此之快。你才刚怀上，应该是脑震荡后的后遗症啊。
总裁，自从您上次把老爷子丢在养老院，这都多少天了？您陪着夫人连一趟家都没回，老爷子在家气得砸东西。后天是他70大寿，您要是再不回去，老爷子就要清理门户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芝芝也差不多该好了，明天我带她一起回去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把我当个老废物似的，随手一扔就不管不问了。你是个不孝子！爸，明天是你大寿，不宜动怒。我这些天没回家，实在是有事走不开。你能有什么事啊？当然是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哼，大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干了什么样的勾当？难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大房媳妇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对，我做什么无耻勾当了？老爷子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拍的还不错，我没什么可解释。爸，就跟你看到的一样，我跟芝芝在一起了。你，傅衍辰，你可真有种，居然敢跟傅老爷子承认！老爷子，您别动怒啊！爸，咱们傅家可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二弟这么做，是我们傅家的脸面于何地？是衡州的脸面于何地？作为衡州的父亲，今天一定要给他主个公道。爸，求你给做主，二弟他简直欺人太甚。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！芝芝，你一向最乖巧懂事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呀，爷爷您别激动，您看衡氏我都是嫁到你家来的，嫁谁不都一样？虽然以后我可能不能再喊你爷爷了，但是我可以喊你爸呀，爸。你就是完，就是完，再来一颗。爸，不至于。你不总说我性子闷，芝芝天真浪漫，其实做您儿媳妇儿挺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天真烂漫？我看呐，那是无耻下贱。我儿子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摊上这么一个荡妇。待会白家的人就要到，我今天一定要让老爷子把你丢出去，把我当日之主。关于他的恶行还远不于此，他不尊敬父母，还殴打婆婆，甚至半个月前还撺掇傅彦辰将他的哥哥和妹妹送进了监狱。像这种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东西，简直不配为人。哎呦吼，你这倒打一耙的本事还真是登峰造极。不会是这狗东西在歪曲事实吧？你敢说你没有和你小叔狼狈为奸，把你哥白夜还有你妹白新瑶都送进监狱吗？那他们俩怎么进去的？你知道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妒忌你父母对他们的宠爱，所以处心积虑的想陷害他们。在你还没嫁进我傅家，我早就听闻你在娘家兴风作浪，处处陷害你的养妹，还和你哥作对。别人家的事儿说的好像你门儿清似的，你看见了？你有证据吗？他没有证据，我有。他没有证据，我有。我可以证实温夫人的话说也不假呀。我这个女儿，她毫无廉耻。哼，你不仅勾引你小叔淫乱夫家，你还伙同你小叔陷害你哥和你妹妹。可怜你哥现在年度尽毁，还有你妹妹新瑶，她还怀着身孕啊！关于半个月前他们2人被捕，罪名是预谋杀人。什么？真实情况是这样的。
要是保瑶瑶的话，你就杀了这白芝芝。你干什么？把她推下去。这肚子里孩子不是你的。事实就是如此。逆子，真的差点把白芝芝推下楼去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们还以为是白芝芝的诡计呢。妈，太丢脸了，我说不出口啊。我若不是看在你是被蒙骗的份上，就算你是富家长孙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就算白夜的孩子，他更偏宠心瑶，可是芝芝也是他妹妹呀。还能为什么？亲妹妹跟一般妹妹能一样吗？他俩在你眼皮子底下睡了这么多年，连孩子都整出来了，你愣是一点都没发现，我还挺佩服你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不就是普通的兄妹吗？普通兄妹，亲子鉴定我都看过了，我被他俩耍得团团转，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，要不是你教子无方，我至于当绿帽龟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我小叔愿意放过他们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他们最好在监狱待一辈子，否则我让他们生不如死。你们是不是都是骗我的？白夜哥怎么会和小瑶在一起？不识威，给我清醒一点！你跟我一样，就是个大傻逼。我被骗着接盘，他们利用我去对付白芝芝，而你呢，只是他们串通起来对付白芝芝的工具而已。听懂了吗？这傅时威一直喜欢白夜，所以才一直巴结白新瑶，帮他对付我，以为这样就能讨好白夜。呼呼，现在真相大白，友情破碎了，爱情也塌房了。不是的，别说了。小薇，妈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在前面跑，眼泪在后面追吗？天啊！我怎么养了这两个白眼啊？败坏门风啊！爸爸知道错了，爸爸以后好好补偿你好吗？我不是圣母，拒绝和解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芝芝，爸爸知道错了，爸爸真的知道错了。孩子，真是委屈你了。爸，虽然白芝芝在白家受了点委屈，可她和二弟叔侄媳通奸，那可是事实啊！这种乱伦之事，天理难容啊！我这里可有他们通奸的证据。老爷子，你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哎呦，爸，他们都这样了，你还要纵容他们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们傅家百年声誉，总不能毁在二弟的手里吧？那只能请他离开傅家。原来大嫂打的是这个主意，让我离开傅家，把大权交给大哥是吗？大哥，你也是这样想的？叶晨，谁掌权都行，但是你现在做出的这种事，继续留在傅家确实不合适。我怕公司的股票会因此而暴跌，这也只是权宜之计。好个权宜之计！别说了，叶晨是傅家的顶梁柱，他绝对不能离开。爸，怎么，燕晨走了，难道靠你吗？就你这个酒囊饭袋，我怕不出10年，我们傅家就得完蛋。二弟不走，那这个女人怎么办？怎么说，她也是我的儿媳妇儿。谁是他儿媳了？我不认。傅老爷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嫁进傅家这3年以来，他每天跟我的养妹搅和在一起，我跟他都没同房过，怎么能算是夫妻呢？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以前是我眼盲心瞎，放着这么好的女朋友跟白新瑶那个贱人厮混在一起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已经后悔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反思自己，我发现我其实还是爱你的。芝芝，要不我们和好吧？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跟白新瑶有任何瓜葛。
你跟小叔的事我也不会计较，这事咱们扯平了，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我呸！还好好过日子？你这种渣男，我才看不上呢。看好了，我跟傅彦辰才是合法夫妻。这怎么可能？杭州不是3年前已经和他结婚了吗？这是假的，这个结婚证一定是假的。别胡说，我跟我老公的结婚证可是货真价实的。不过你儿子的那个确实是假的。杭州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个结婚证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当年我是被逼结婚，白仙要知道以后闹着要自杀，他说他接受不了我跟芝芝的名字在一张结婚证上，所以才造了张假的。什么？真是糊涂啊你！芝芝和傅杭州之间并不存在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，所以他们并不算是夫妻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就算这个结婚证是假的，可再怎么说，白芝芝也是以儿媳的身份进了我傅家，谁见了她都得叫一声少夫人。你把她拐到床上，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？大嫂，别说的这么无辜，装的你跟受害者一样。我跟芝芝为什么会在一起，你心里没点数？你什么意思？把人带上来。我跟芝芝原本清清白白，却架不住有人陷害。是夫人吩咐的，她给了我500万，让我给二爷和大少奶奶下药，还说要把这一切都拍下来。你别胡说，我没有做。是不是胡说？我这里还有别的证据。啊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有银行卡的转账记录，药品的购买清单，还有监控录像的留影。混账东西！真正无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都是你做的，老子被你们给害惨了，真是一个比一个还蠢呐！啊，我跟芝芝原本循规蹈矩，从未越雷池半步，就是因为被他们下了药，才不得不在一起。但大嫂为何会策划这样的事情？很明显，她想将我赶出傅家，然后独揽大权。混账东西！管家在，吩咐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撤销他们在傅氏的一切职务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听阿丁这样唆使你。闭嘴！赶紧把他们拖下去，别让我再看见这些肮脏的东西！哎，爸，我是无辜的。爸，我是无辜的呀，爸！滚！都给我滚！别听二弟挑唆！爸，儿子也是迫不得已才毁了芝芝的清白，我总不能不负责任吧？所以被下药的第2天，我就带芝芝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你们俩就好好过日子吧。爸，这么说，你是承认芝芝这个儿媳妇了？我不承认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芝芝，叫爸。爸，爸，你别这样，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还有什么惊喜啊？当当！爸，你又要当爷爷了。芝芝，怀孕了。我要当爸爸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终于能看见顾家的光明未来了。管家，管家！哎，老爷，赶紧给他们安排一场世纪婚礼，明天和我的寿宴同办，必须庆祝我们傅家双喜临门。